跳过楼你跳过吗？我用过卫生巾，你用过吗？我让坦克压过你压过吗？我让共享单车压过，你压过吗？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我拼多多提现过300，你提过吗？我野外生存把人干了，你干过吗？我会 call me， 我去干死他，你干过吗？中国的蚯蚓我吃遍了，你吃过吗？我国潮外卖都吃遍了，你吃过吗？我能开飞机，你会吗？我会 QQ 飞车，你会吗？我能坦克漂移，你会吗？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吗？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成就。我觉得我挺不错的。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是目前网上铺天盖地对吴京的那种无情的嘲讽的模仿。这位模仿者呀，他还不是最恶劣、最搞笑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吴京人设崩塌的话题。在讲今天的话题之前，先插播一小句，就是我们频道最近的流量呢，最近2周是感觉是被突然限流了。关注我们频道有一段时间的朋友们，可能也感觉得出来。然后在2周之前呢，我们的频道基本上稳定的是说每一期节目都能够有上万的观看量。如果聊一些时事热点，就是当最近发生的新闻大事啊，可以到5到10万的观看量。但是最近2周啊，就莫名其妙就被限流了，就是观看量呢，有的就只有，不是有的，就最近2周的视频大概就只有2000多、3000多。然后我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搜索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吧，发现很多 YouTube 的博主啊，在这个上升期，就是大家说可能3万多粉丝或者将近快5万的时候呢，都会遇到这种限流的时间吧。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说，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喜欢我们朋友们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点赞，然后留言，让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数据可能更好，然后能够尽快恢复流量。对，尽快的恢复流量，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我们继续聊我们的话题。8月22号上映的温情电影《吴京》呢是力挺并且参投了，结果呢上映3天总票房才几十万啊，占比不足0.1%，这个数字放在整个暑期档简直就是不忍直视。最终啊，这部片子在商业大片的冲击之下，只能提前退出了院线，成为了暑期档最典型的票房惨案之一。以往吴京一出手，哪怕他不是主演，那不是票房黑马就是国民爆款啊。但这次就彻底遇冷了。有人说这是吴京事业的一次滑铁卢，但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挑战就来自于公众舆论。在荧幕上，吴京那一直是硬汉的代名词啊，但是在现在年轻一代的观众眼里，他这样的形象却好像越来越显得有些爹味十足。有网友就扒出啊，在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里面，他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对妻子好像不太耐烦，甚至有的时候会情绪失控，比如还多次埋怨老婆呀，甚至口气很重，还有在洗手间里面摔毛巾的这种行为，就有一点点暴力的倾向了。很多人说啊，在镜头面前都这样，那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又不知道会怎样了。这就和过去他在大家心目中的那种宠妻模范的吴京形成了一个有点反差。于是啊，一些网友就把直男癌、大男子主义的标签就贴上来了。明星的最大困境之一，尤其是那些有着明显的人设标签的这些明星，他们就被观众往往要求啊，人设和自己在生活中被要求是一致，是完美的。吴京呢，因为《战狼》系列就成为了爱国的代言人啊。但随后呢，就有人会拍到他用苹果手机，那个时候就引发了一轮热议啊，说你爱国怎么就不用国产呢？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小细节，在网友放大之后，就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这个人设呀前后矛盾。除了这个消费的选择，吴京的这个爱国战狼人设还遭遇了更大的考验。大家应该记得他在电影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你拿着护照，在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可是呢，到了现实生活里，在缅北诈骗问题爆发的时候，有人认为吴京你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呼应这个战狼精神呢。但是啊，你看他保持了沉默，几乎没有公开的表态，也没有参与相关的公益行动啊。这就让一些网友认为他的爱国人设只是停留在这个镜头里，是剧本式的爱国，和真实生活是割裂的。当然，其实吴京他作为一个演员，他确实很难在那个时间点站出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哈。缅北呢，根本不是他有能力能解决的。那至于缅北问题怎么解决，那吴京他肯定也不知道上面的意思啊。你不明白上面会通过什么方式想什么办法呀？
如果吴京那个时候站出来乱说话，又造成了不良的舆论影响，比如他说应该怎么做啊，但实际上又没有怎么做的话，那这个影响可就大了，非常就有可能导致他的演艺生涯造成重挫呀，所以他只能闭嘴啊。这是一种你可以说是无奈的选择，但是观众一旦把你贴上了这个战狼的标签，而且呢，你也从战狼这个标签上获益了，是大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吴京的演艺生涯当时呀就彻底翻身了。那么也确实，你也没有必要去抱怨哈，那就忍耐一下也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个时候也许啊，吴京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就是默默的去支持，用行动去帮助那些真正被困缅北的人。怎么帮助呢？比如当时缅北有一些自发组织的团队啊，就在在边境之外。他们去搞一些营救的活动。那吴京呢，其实他也不用大张旗鼓的去做，他只要给这些团队一些活动的经费啊，或者参与一些公益的一些计划，那事后呢再透出一些风声说他干了这些事儿，那他大概率也会得到比较好的风评，大众也会体会，也会理解他的一些无奈哈。对，而且这种就是事后再被大家爆出来的，说当时的救援行动吴京也有参与的话，这样的话其实口碑往往会更好，比你直接抛头露面去，那很多网友可能还会质疑你是摆拍呀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对演员的要求确实也有点过高了，因为对于演员来说，毕竟演好戏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嘛，在此基础上，他们能多做一些，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当然是更好的。但是说像这种遇到一些国际问题，如果说演员没有发声就质疑演员的这个行为，我觉得确实是对他们有点道德绑架了，还是。但是我觉得吴京呢跟其他演员还是有区别的哈。你比如说这个吴京啊，他毕竟是因为《战狼2》彻底翻身了，而且呢也算是有爱国的标签和人设，以及他吃上了爱国饭，所以他在现实生活中为这个标签呢多做一些额外的这些努力和工作，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不吃亏的。另外，近期吴京深陷这个争议的漩涡呀，也跟他在采访中的一些发言中的咄咄逼人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他在采访中体现出了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那种不断的反问句，让很多人感到不适。家务都是我做的，老公是不长眼的。还有父母是无法沟通的，上班是没有双休的，领导是不长眼的，还有笨蛋同事语言是不通的。爱马仕就没有便宜的 ，Birkin 是不耐用的，还有 BKC 的配货方式是不通的。老公是没有不偷人的。家务他是不长眼的，还有你跟他交流是语言不通的。领导是没有不是人的，客户是不长眼的，还有那些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坦克里没有后视镜的，枪炮是不长眼的，还有黑哥们的语言是不通的。我跳过楼，你跳过吗？我让坦克压过，你压过吗？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我野外生存把人干了，你干过吗？中国的蚯蚓我吃遍了，你吃过吗？我能开飞机，你会吗？我能坦克漂移，你会吗？就是我干了2件《战狼1》《战狼2》，干了2件之前中国电影没人干过的事儿，你干了吗？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其实你想，吴京说的这些话，就说啊，我怎么样，你怎么样吗？其实原本他是可能想强调演员的这些真实的付出啊，但在观众听起来，他一方面是在炫耀苦难，一方面是在炫耀他的这种人设，而且他对主持人的这种采访，这样不停的反问，显然是缺乏对对面的人的这种尊重啊。比如你看汤姆克鲁斯，人家也是为了经常拍大片啊，还经常去高空跳伞。尤其是他骑摩托跳崖那次啊，虽然做了很多的安全防护啊，但是必须得说那是有一定风险的。你想在那么高的地方突然来一阵大风的可能性是不低的。那如果这个大风或者因为他在骑行的过程中打滑了，或者紧张原因等等导致这个摩托车它没有冲到那个高点，然后就飞出去了。
啊，就半路就从这个车道上滑出去了，不能及时打开降落伞，就有可能导致重伤甚至死亡的概率都有。作为一个全球著名的身家几亿美金的大明星，他能做出这样的敬业冒险行为是令人值得尊重的。但是如果汤姆克鲁斯在采访中经常高高在上地说啊，我骑摩托跳崖你跳过吗？我高空跳伞你跳过吗？那也会令人非常反感。那一旦反感情绪被点燃了，那他原本励志的这些经历装腔作势，这些话在粉丝眼里可能是敬业，但在路人看来就容易变成自我标榜令人反感。哎，我有点好奇的就是吴京的他这些采访嘛，也不是说最近1-2个星期的，其实都是很早的，尤其有一些还是跟战狼电影相关的，就是很多年以前的采访。就为什么突然这一周就被大家各种翻旧账扒出来了，然后就群嘲了呢？这个我后面就会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其实啊，一句话概括，跟经济周期有直接关系。另外呢，吴京呢，他还自称是满清的正白旗后裔。这个说法呢，也被网友质疑说缺乏依据啊，甚至被批是过度的包装。网上的这个风向就变成了，就你是不是人设打造太用力了，反而让人觉得有点虚假。而且雪上加霜的是，网友啊还有翻出了他2006年那个醉驾的事件。虽然这个事件当时已经处理过，吴京后来也多次表示了反省，而且用自己的经历来提醒大家来注意这个安全驾驶。但在当下的这个舆情环境之下，旧账一旦被翻出来，就给公众了造成言行不一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冷静想一想，明星他也就是普通人，不仅会犯错，他也会有情绪。但是他一旦被捧到了国民硬汉、爱国标杆的这种高度，容错率就比较低了。吴京的问题不是单点爆炸，现在是多个小细节叠加在一起。就用手机是问题，综艺态度是问题，沉默是问题，采访里说话方式也是问题。最终啊，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舆论的反噬。我说说我个人的感觉哈，我看吴京这次就是被群嘲嘛，其实他也没有说什么那种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比方说像这个出轨啊、嫖娼啊、吸毒啊，像那种有原则性艺人的问题都没有发生，只是一些小细节，或者说他的说话方式，或者说他的情商吧，就感觉他这个被群嘲跟前段时间的蒋宇龙特别的像，都是属于那种可能情商不是很高。或者是说人自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觉得我不需要情商，我就这样，我爱咋咋地，反正我实力摆在这儿呢。对呀，你想就是那个哈佛毕业女生蒋宇龙演讲嘛，她肯定还觉得自己挺高兴，然后挺光荣的，然后作为一个华人去演讲，没想到一演讲完了之后，一下就被群嘲了，全球。所以从根子上来说，这是他个人的认知问题哈。吴京的例子，他也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你这个人设就不要搞太高大了，你就算是明星，你别把自己搞那么高大的形象，特别容易崩塌。公众对他的期待太高，所以有那么一点点不符合想象的地方就会被无限放大。其实他拍《战狼》的时候流血流汗那是真的，他提倡爱国的初心也是真的，他当时拍《战狼2》那身家也都快赔光了也是真的。但放在今天碎片化的这个网络舆论环境里，就容易被反向解读啊。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吴京很冤哈，包括吴京本人他都这么觉得。他曾经在采访中有过一段话说过嘛，说凭什么中国人不能强？被洋人欺负惯了吧，就觉得中国人不能强。我就是怼这个，我就怼。哇，一个美国人，一个人干了一个师，身上还没中枪，他就是牛逼，他就是美国英雄。我中国人，我打10几个雇佣兵我没死，我就不行，我就得该死。然后我这边中了一枪，不行，你不能奔跑，你是一定要治疗，不然的话你会流血过多而死。美国人中了那么多枪都快打死了，还得继续战斗半个小时，人美国人就可以 OK， 中国人就不行，贱不贱呢？其实我非常希望中国拍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猛片儿，因为电影艺术它就是有夸张成分。无论是你看施瓦辛格的电影，还是基努里维斯的这种极速特工系列，美国有好多这种好莱坞的硬汉电影，主角也都是带着光环，就是别人怎么开枪都打不着他们轻轻松松就可以干掉无数人。那凭啥中国人就不能拍个人英雄的猛片呢？凭啥中国人就不能带主角光环呢？我认为这没有任何问题。那中国人也是应该有硬汉，而且是要那种高大威猛的硬汉。对，要整点型男出来，不能都是小鲜肉。
就你看李连杰和成龙的电影，包括李小龙电影啊，也一度在国际上风靡一时。但是你看他们身材其实都不高哈，就李小龙呢还算有点肌肉啊，就比较壮硕一点。我觉得华人的形象也应该通过电影好好的宣传一下，就应该有类似于胡兵这种哈，又高又帅，全身都是肌肉那种荷尔蒙爆棚的这种男性形象，在全球的银幕形象上进行呈现哈。我是非常乐于见到这个现象的。所以拍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电影没有任何问题。好莱坞的硬汉也都是这么树立起来的，甚至这些硬汉形象影响了他整个族群的这个形象。对，但是多点硬汉形象，我觉得也大大提升这个华人男性在国际上的这种性张力。对，真的。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啊，就吴京跟他们这些英雄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就是你看，大部分的这个好莱坞的这种硬派影片，个人英雄主义的背后没有什么国家呀、集体这些概念哈，往往就是这些硬汉呢，反而是反对某个组织或者集团的，他们是反叛者啊，对，或者是不服从者。比如这个基努里维斯这个极速特工啊，马特达蒙的谍影重重的这个系列哈，都是就特别突出个人英雄主义，是纯娱乐。但吴京的这个战狼系列，他就包括他后面的一些电影，有一些集体主义的这个背景和意味。也许他不是有意的，但是效果呀就在那儿啊。加上他后来对于电影的一些宣传的口径叠加起来，就让吴京的个人英雄主义背后容易被联系到一些政治背景。那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会受到热烈的追捧和欢迎。所以《战狼2》当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在经济的下行周期，人们对于经济现状的不满就没有办法再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共情了。很多人看到吴京最近的争议，会以为就是他的态度问题、人设问题，甚至当成娱乐圈的这个八卦来谈。但如果往深处想，那背后就不那么简单了。第一层啊，就是表象，也就是所谓无情的态度。在综艺里，他对妻子的不耐烦，在采访中那种咄咄逼人，再加上爱国形象和日常行为之间的反差，这些成了公众眼里最直接的触发点。看起来好像是吴京变了，看起来人设不那么完美了，于是成了情绪的出口。第二层呢是人群，也就是年轻人。这波群嘲吴京的主力军，其实正好是年轻的网友。他们恰恰是这一轮经济下行周期中感受最深、焦虑最多的群体啊。过去10年，大家虽然也吐槽这个房价高，但整体啊是非常乐观的。大学毕业不难找工作，薪水呢虽然不算很高，一开始但上升通道非常清晰。创业公司层出不穷，大厂独角兽不断涌现，人人都能讲一段奋斗史，或者是对未来的期待。虽然买房有压力，但感觉只要努力，总觉得有大机会。但是这短短几年，情况急转直下，大学生就业难，很多人毕业就失业，考研考公成了几乎唯一的最好的选择。就算找到了工作，薪资有的人还不升反降，社招变外包，实习替代正式岗的这个情况也越来越多。创业公司不是崛起，而是大批的倒闭啊！大厂也不再那么疯狂的招人了，而且薪水也给的不那么大方了。那互联网裁员潮也是一轮接一轮啊，上升的通道好像很多人都看不到了。大家已经不再谈奋斗了，反而他天天说这个内卷和躺平。这种心理落差的巨大，以前呢就是大家还能憧憬未来，现在更多的就是焦虑、无力感，甚至还要随时担心失业。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根因，也就是根因就是经济问题。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力感，他也没有办法去指责更多的什么宏观的东西啊，那什么产业转型啊、国际形势，那没有办法去说呀，也没有宣泄口。那社会需要一个象征性的靶子吧？吴京恰好就踩中了这个点。他曾经是战狼的代表，是那个全民激情燃烧年代的符号。但现在时代变了，激情不在了，在经济寒冬里，吴京又依然以硬汉姿态出现的时候，这就和年轻人的真实处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样的落差就让他从英雄变成了爹味的代表，成了年轻人宣泄情绪的出口。打个比方2017年的时候，《战狼2》上映的时候，大家在影院里你看热血沸腾那个时候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正是房价的最高点，人们信心满满，人人都觉得未来会更好。吴京举着护照说背后有强大的祖国的时候，全场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但到了2025年，年轻人拿着比较低的薪水，面对着失业的风险，再听到类似的战狼式的豪言，心里感受到的那就不是热血了，而是你站在上面说这些容易，可是我们年轻人怎么办啊？吴京就成了时代的替罪羊。他没有做错什么特别严重的事儿，就像你刚才讲的，
但在这个年轻人的现在的心理映射中，它既象征着上一轮乐观时代的符号，也成了这一轮失落情绪的出口。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因为关于吴京这个事儿，我也刷了一圈微博了，我都没有看到别人从这个经济上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来分析。你看这么最后一说的时候，我的汗毛都感觉要起来了。但是如果《战狼2号》是今年上映的话，这口碑和票房难以想象啊。没错呀，其实对吴京的终极考验还在后面呢。他重金投入了《镖人》这部电影，不仅因为纳尔纳西事件造成了一定影响，现在也因为他本人也可能对票房造成一定的影响。最终结果如何，等待时间来给我们揭晓答案吧。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